霓虹闪烁的酒吧里，化着浓妆的金发女子看到了坐在吧台的过气男明星波杰克。女子迅速拨通了好友的电话，让好友们赶紧过来。听到议论声的波杰克还没来得及暗自窃喜，却被女人接下来说的话狠狠伤到了。他长胖了，看起来很忧伤，真好笑。本来自信端起酒杯的波杰克愤愤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18年前的家庭剧让波杰克一时声名大噪，但自从停播以后，波杰克的人气就走了下坡路，他也不再是红极一时的男明星了。就在这时，卡洛琳的电话打了过来。他通知波杰克要记得第二天和戴安的首次合作。身后闪光灯忽闪，波杰克不满地回头，看到刚才的金发女子和她的朋友们正在偷拍自己，并发出嘲笑的声音。一口干完了酒杯里的酒以后，波杰克准备推门离开，但那几位女子不礼貌的行为惹怒了波杰克，他势必回头教训一下这群不懂尊老爱幼的小姑娘。波杰克大声教训了这群小姑娘，右边的小鸡女孩甚至吓得连鸡蛋都摔破在了地上。不过很显然，金发的小姑娘只听到了波杰克那句你又瘦长得又好看的夸赞话语，于是两人驱车回到了波杰克的别墅，并度过了火热的夜晚。第二天一早，宿醉的波杰克就被走在客厅的金发女子吓了一跳，他催促着金发女子离开自己的家，因为戴安马上就要来了。但其实戴安早早的就坐在了波杰克家的餐厅里等待他。波杰克将金发女子帕姆推到门口，并告诉戴安可以不用把帕姆写进去。谁知道在他家的还不止戴安一人。瞧瞧这是谁呀？在冰箱里翻箱倒柜的花生酱先生。波杰克不解地问花生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花生酱则借着来看戴安的名义，小小的向波杰克炫耀了一把自己即将拍摄的真人秀。当得知是自己的室友给他们开的门时，波杰克无奈地看着自己的最后一个速冻点心被吃掉，而陶德则躺在他的老位置沙发上，上半身穿着西装，下半身却一丝不挂。这家伙正在和他新认识的日本网恋对象打着视频。波杰克驱车来到超市，想给自己买一份早餐，却意外在红苹果区里发现了一盒12支装的苹果泡芙。那是我的泡芙。眼前的海报说着这样的话，波杰克当然不会就此放下手中的盒装泡芙。即使最开始他并不想吃泡芙，但抢来的东西总是最美味。虽然这盒泡芙并没有拿在海豹的手里，但是海豹依旧咄咄逼人。波杰克也叛逆地将本不想购买的泡芙放在了自己的购物篮里。回到家的波杰克早已在路上将泡芙吃得干干净净。陶德迫不及待地分享着自己和林子的发展十分的顺利。我第一次遇到有对美国银行账户和密码这么感兴趣的女孩。显然陶德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杀猪盘，独自沉浸在日本女友的温柔可人里。波杰克和戴安终于开始了自传的写作。戴安询问了波杰克的童年经历，得到的答复却是普通，普通的不能再普通。而这是事实吗？显然不是。波杰克的童年并不美好，母亲性格刚烈，时常和父亲发生口角，而父母甚至不会避讳的在小波杰克面前提到父亲的出轨和要将他流产的想法。错误的养育方式让波杰克的性格变得阴郁，而他的童年不会像其他小孩一样快乐。戴安告诉波杰克，如果不想谈到童年的话，可以等等。但波杰克却好像忽然被踩到尾巴一样，他不想去说到自己的童年，更不想承认自己的童年过得并不好，所以他只有用普通这个词去粉饰痛苦童年带来的阴影。手机铃声响了，是卡洛琳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波杰克 MSN 正在报道他，难道过期腊肉要回锅爆红了？波杰克激动地打开电视，想看看媒体是如何夸赞自己的，但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之前和自己抢泡芙的那只海豹。让波杰克没想到的是，之前那个不讲道理的海豹竟然是一个刚从阿富汗回来休假的海军军官。主持人和那名军官在电视里控诉着波杰克的行为，曲解着波杰克的行为，给他打上了不尊重前线战士的标签，甚至升级为偷窃。仅仅只是因为一盒放在苹果堆里的泡芙。戴安劝阻着波杰克，这些人就是靠别人的矛盾过活的。而下一秒，波杰克已经打给了电视台。通过电视台的连线，波杰克指责着海豹仅仅将泡芙放在农产品区就说是属于自己的这种愚蠢行为，且语言越发过激。戴安小心地在本子上提醒波杰克，但是已经晚了。波杰克怒吼着，并且挂断了电话。戴安安慰着波杰克，并告诉他每当自己不开心时，会和父亲一起去屋顶上散心。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了波杰克和父亲的关系如何。波杰克只是愣愣地坐了5分钟，回了一句很平淡，然后告诉戴安自己满脑子都是泡芙的事情。看样子波杰克真的不太愿意提到自己的家庭。兴许是之前发泄的不够，波杰克再次与电视台接通了视频电话，并表示有些军人是英雄，但有些不是。
很多的军人都是混蛋。无论波杰克如何强调自己的观点，媒体捕捉到的都只有军人是混蛋这句话。铺天盖地的新闻席卷而来，无一例外都在曲解波杰克的发言。舆论很快朝着一边倒，群众痛斥着波杰克的无理，狗仔和军队都围绕在波杰克家附近。卡洛琳告诉他，你只要放下身段道歉，才可以获得原谅。陶德和戴安开着车将波杰克藏到了一堆私人衣物里。陶德告诉波杰克可以让自己的日本女友买机票，而实际上林子早已经查到了，陶德不过是一个卡里只有80元的流浪汉，而林子也只是一个网络诈骗犯。好吧，看来梦碎的人又多了一个。一行人来到戴安家，卡洛琳提议只要波杰克说上一句道歉，并且陪海豹一盒新的泡芙，就能完美的道歉了。他甚至已经提前买好了泡芙，可令人没想到的是，波杰克已经将其吃得干干净净。陶德表示自己可以去买泡芙，因为卡里还有80元。天哪，80简直是意外之喜。而他首先想到的是去帮助朋友买泡芙，或许这就是属于陶德的大智若愚的快乐。海豹和波杰克都出现在了花生酱的家里，这是为了之后的道歉做准备的。陶德掏出自己购买的泡芙，不是泡芙，他并没有买到泡芙。他提的口袋里装的都是一堆不新鲜的圆面包，可波杰克毕竟思维活络，他接过这堆面包并开始了他的道歉。尼尔，请接受我的道歉。波杰克越说越不是滋味，道歉逐渐变成了对无良媒体的抨击，是时代将新鲜泡芙变成了无人肯要的圆面包。不仅如此，他还准备对洗脑式政府进行痛斥，但最后的话也没能说出口。所有人都被花生酱的滑稽行为吸引了注意力，没有人在意波杰克的道歉，也没有人在意那并没有送出去的圆面包。这大概就是快节奏时代的现状，人们总是在关注热点，这种对热点的追求来得快去得也快。一颗石子砸向平静的湖面，即便再大的涟漪最后也归于平静。波杰克无奈地转身离开，拿着一袋子圆面包找到了坐在楼顶的戴安。人们总是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而不去了解真相。我愿意了解真相，戴安回复道。此刻两人终于愿意在一次次逃避过后敞开心扉去聊关于波杰克童年的经历了。这一次波杰克毫无保留地倾诉了全部。